什么意思？先喝酒，再聊事儿。这些都要喝吗？这第一杯是见面酒，得喝；第二杯是接风酒，该喝。至于剩下这些呢，那就是交情酒了。交情深多喝，交情浅就少喝。在咱们中国，能让两个人迅速成为朋友的，那就是喝酒。至于今儿这酒能喝到哪儿，那就看徐总把我白果博当不当回事儿。这解酒药，到时候看如果情况不对，赶紧撤。要是事儿没办完怎么撤呀？你尽量点，掌握好时间。放心吧，加油。嗯。好样的，徐总爽快，对我路子。现在我们可以谈其他的事儿了吧？当然可以。那我想问问，白总对我们这期的代理商有什么意见？啊，你们这个新产品很好，我很感兴趣。但是你们这次的那个销售政策比以前苛刻多了，全部要现金订货，而且还取消了账期，甚至连当地的公关推广费都让我们来出。怎么挑现在这么缺钱？这跟钱是没有关系的。以前代理商存货，拿我们的账期去周转，等到真正要付款的时候，再拿一些临近效期的货去做抵押，搞得我们坏账增多，也有极大的货物损失。现在这个新政策其实就是筛小户保大户，只要按照我们的政策来，完成一定的订货量，我们就可以授予独家。这对代理商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。话虽然说的没错啊，但是这么一来，那我占压的资金就多了。这其实就要看白总您怎么想了。如果整个华东地区都握在您手里，那就等于是掌握了几百家一线商场的化妆品命脉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排他性的品牌政策，让您在渠道上更有发言权，不是吗？有点意思。如果白总您犹豫，那么我想，现在手里有钱却没有渠道新入市的客户也有很多，只要他们出得起价钱，我们迪欧分公司会全力负责推广，商场也会见风使舵。毕竟商场看重的是迪欧旗下几十个国际品牌，而不是中间的代理商。哎呀，徐总这番话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很有一点危险的味道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白尔博最不喜欢别人威胁我。哎呦，白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只是把新政策的优势和危机给您做了一个分析，决定权还在您手里。其实要合作也不是不可能啊，但是什么？把酒喝了我就告诉你。要喝，我们一起喝。好。情况不对劲儿了，记者，拜托你一定要按时出现啊，拜托。时间正好，咱们现在去估计来得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胃痉挛，老毛病了。等我下去买点药就好了。你都成这样了，买药有什么用啊？我带你上医院吧。慢点，慢点。走。
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来这一趟。我感觉很不好。我相信你第六感，况且这次订货会对公司很重要。你作为老总，你本来就应该去的。我跟 Manny 有个约定，这次订货会如果效果好，他就全面放手公司的业务。但是他不希望我帮着许诺，我答应他了。这一次我不到现场，我跟他一起在上海等结果。哼，我就觉得这事情里也有蹊跷。我了解许诺，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他接电话的语调是上扬的，反之则没精神，所以他应该碰到困难。情绪这么外露也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你应该相信他能够处理好这一切。怎么回事？都几个小时了，一直不接电话。吉哲呢？他们应该在一块儿吧？你要不打给吉哲？喂，记者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哎，护士问一下，内科在哪？往里走就是了。好。哎，林总，许完完病了，我带他来医院了。什么病啊？要紧吗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胃痉挛老毛病了。徐总跟你们在一起吧，让他接电话。坏了，我误了大事了。什么情况？坦白讲，我已受人所托，不能跟你签约了，除非有非签不可的理由。什么是非签不可的理由？你把衣服脱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把酒喝了，我就告诉你。哦，哦哦，啊！衣服也脱了，酒也喝了，你说。来喽！接着喝，来，啊！徐总，厉害！这个才配。哎呀，好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记者，我这可是最后一招了，你不会关键时刻掉链子吧？怎么还不来啊？来，该你了。快，你看我干嘛？啊？许诺，许诺，阿尔伯，我是陈思泽。怎么办？
小吉，你来了，我们走。许诺真是太傻了，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，事儿就大了。跟白尔博喝酒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我都喝不过老白。好在今天没出什么事儿，今天要是发生什么的话，我会怨恨自己一辈子的。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等等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教训他。你留下来照顾他，白尔博弄我去。你去？你不会还惦记着你的签单吧？你很清楚，白尔博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他，华东市场就要瘫痪。沈之泽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你的生意？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、有责任心的人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？就算你不爱许诺，就算他只是你的下属，今天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还无所谓？就是因为我在乎他，所以我要去。我不会让他受委屈，我也不能让他的努力白白被牺牲。沈之泽，我希望这次订过会以后，你能给他一个解释。你欠他这么多钱，你该怎么还？你该给他一个答案了。这个答案，我也想知道很久了。谢天谢地，佳琪，徐总没事吧？没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许诺呢？面对您这么大的客户，指派销售总监来，我怕不足以呈现迪欧的诚意，所以我亲自来。少在这说客套话，你来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真想谈生意，应该让曼妮来。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打算跟迪欧做生意了？你们这合同我看过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我呢，想换换口味，与其跟你们合作，还不如看看其他的合作方，没准会碰出新的火花来。您要真看过这份合约了，您就会知道迪欧很有诚意，给了您业内最低的折扣价。我一直以为白总跟我一样是个商人，利字当头，没想到您不爱钱，是寻求什么火花？哎呀，那个钱吧，也不是不重要。我看一眼，我多大忘了。钱固然重要，但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还是希望有点挑战，这个都没有发挥空间，差不了。明白，没事儿。那我就让于曼妮去找孙总跟严总，我听说他们两位对我们这份合约还是挺感兴趣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等，你刚说什么？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，为什么不让许诺去啊？许诺连您都拿不下，明显能力不足吗？那是，一小丫头片子想搞定我，再练100年了。沈志泽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曼妮去见孙总和严总。
那没一个靠谱的。那个孙总就是个老色鬼，曼迪见了他肯定会吃亏。还有那个严总，天天给咱那傻儿子找媳妇呢，万一看上我曼迪怎么办？不会吧？这是工作，要真说过分，您昨儿对许诺做的不算过分吗？我这门怎么坏了？你应该庆幸门坏了好修，要是人坏了，那就不好修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我的地盘里还敢撒野啊？撒野？不会。您觉得我威胁您吗？我也不会，我就是来谈生意的，我从来不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你少在这拐着弯骂人！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你不爽，我就要整许诺，我就要为我的美人出气。怎么样？你咬我，来来来，咬我！我就等您这句话。您不打算跟我们做生意了是吗？您想帮于曼妮出口气儿？来吧，我陪你练练。你干嘛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斯文人。斯文？你昨天对许诺做的叫做斯文？我可有保镖啊！来来来，把这疯子给我弄出去！慢着点！你还谈不谈生意啊？你不是要出口气儿吗？先谈生意。好的，好的，钱吗？钱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以尽情的想象。你不会那么禽兽吧？趁我喝醉了。不是我禽兽，是你禽兽，这点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昨天你一看到我就来扑我，我想走你都不让。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你是不是要对人家负责？我对你负责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别激动，别动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就你啊，别说你睡得像猪一样了，就算你脱光了在我面前，也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。你，再说一遍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傻？这样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的。那你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白尔博的会所？昨天白天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听你的语气就不对了。我心想你可能应该有心事，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想到还真被我们碰上这样的事了。你也太冒失了。还是你了解我，谢谢。不对啊，我总觉得昨天好像听到沈总的声音了。没错，他的确跟我一起来了，所以你那些德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他紧张我吗？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吧？不是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本来安排的好好的呀，我先进去，然后记者晚30分钟前来拉我，谁知道他没去啊，而且那个色狼一直在灌我酒，还好拿出了杀手锏，用深水炸弹灭了他，要不然真惨了。哎呀，我那个合同还是没有签下来，真是出师不利。白尔博这次也太过分了，如果我们没赶到的话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。不过合同的事儿你放心，有人已经帮你搞定了，晚上等着开发布会吧。你一点不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啊？白尔博这么对你，你老板一心只想着合同，也不替你出气。他替我把合同拿下，就是替我出气啊。你想，我都那么辛苦了，要是没有拿下合同，那我不白忙活了吗？再说，全公司人这么辛苦，都是为了搞定这一单，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委屈就毁了整个宏图大业？如果他真这么做了，
我只会觉得他没脑子，幼稚。你们还真是一类人。换做是我一定不会这么做。你说我没脑子也好，说我幼稚也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莫名其妙。凯西，今天的发布会真是太炫了！那开场的歌舞表演我都看傻眼了，还有那模特身上穿的那丝绸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在灯光底下会发光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白氏集团花了8000万现金才买断这个韩后茶蕊系列在苏杭2个地区的总代理独家代理权，这沈总不得下点血本表示诚意呀？我这心里啊，现在还砰砰砰的跳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烟火表演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比我过年的时候看的还好看。哎呦，你行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没见过世面似的。咱们进了迪欧以后，还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排场，别说弯弯了，就连我心里边还稍微有点不能平静。不过，徐总确实是厉害，这么难缠的单都被他拿下来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单子最后能搞定，还是因为沈总吧。看徐总都喝成那样了。唉，说起来也怪我，关键时刻没给力。要这么说，最应该怪的还是我，那个时候居然胃疼。哎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呢？怎么还演上苦情戏了？照我说呀，这一单能谈成，徐总可是拼了命的，要不是他打好前站，能不能谈成还真说不定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跟徐总是跟对了。说的太好了，来，咱们干一下橙汁儿，为了咱们自己，为了徐总，也为了迪奥。干杯！干杯！我刚给尹娜打电话，她说发布会出奇成功，我就奇了怪了。你说许诺命怎么就那么好呢？白总那么精明一个人，怎么就在他手里了？这个白二伯。美人啊，那个发布会你看了吗？我是不是特帅呀？哎，那个我确实一直为你出气来着，昨儿我都把许诺喝趴下了，都怪沈志泽那个混蛋突然来了。咱们感情归感情，生意归生意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签，你还得辛苦的去低三下四跟别人谈，那我怎么舍得呢？啊！所以你千万别生我的气，回头我去上海请你喝一杯，我当面跟你好好解释。滚！哎，怎么办呀？上海直营市场已经在他手里了，现在外部的局面又被他掌控，我们实在太被动了。我能怎么办啊？难不成开瓶香槟帮他庆祝一下，然后公司让他掌握大权？于总，我们其实还有希望。这样，我给尹娜打个电话，让她把那笔钱汇到指定账户上。我们有必要还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啦，撞击回大院得了。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走运。没错，我也不信。那我就给尹娜打电话去了。这次的销售会，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现场签约金额已经达成了全年销售任务指标，而且还有超过。在此，我代表公司感谢各位的辛勤付出，大家辛苦了。苏州分公司是此次订货会的执行方，不知道徐总对我们这次的配合还可满意啊？总体还挺满意的。徐总这话说得很含糊啊。在我看来，这次的活动虽然结果很成功，但是过程并不是很愉快。我很想知道，您为什么要临时改变会议场所和代理商下榻的酒店呢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是，您是已经同原有酒店解约，搬到新酒店之后才通知我的。您这不是在跟我商量，我知道的时候，这已经变成事实了。
娜姐，情况是这样的，之前订的酒店呢，性价比不高，环境差，价格虚。徐总是怕影响到这次活动的效果，才临时更改的地方。你这是在指责我们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吗？误会了。既然徐总考虑问题这么周全，那一开始为什么不交代下来呢？我们在当地联系度假村的时候总可以说吧。临时改章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那个，现在活动圆满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林总，细节不仅关乎于结果，更关乎于人品呢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徐总，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？新酒店原本是可以给我们再打一个折扣的，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打？据说那20万块钱已经打到你的指定账户上了，你能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沈总，你相信我吗？当然。我来说两句啊，咱们迪欧呢是销售型企业，又是龙头老大。如果像徐总这样的高管都可以以权谋私，沈总又睁一眼闭一眼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大家谁还会拼死拼活的给公司卖命啊？那说啥都没有用了。是啊，这个事情要是不说清楚的话，会让大家疑惑。您鼓励的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徐总，你手机有短信。20万，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老板给你的奖励啊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这谁深更半夜给我打20万？那要不就是别人打错了。让我想想。弯弯，麻烦你帮我回答一下尹经理的问题，顺便给大家解惑。好的，徐总。这里是尹经理和之前酒店签订的协议，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我们向对方预订了100间房间和夜会厅，后来又需要更换酒店，当然要向对方做出赔偿。经过协调，除了尹经理付出的定金之外，我们还要向对方付出20万的违约金。正好新酒店做出20万元的让利，徐总就让新酒店直接汇给了原来的酒店，这里面有往来的凭证。徐总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不希望公司蒙受损失，另一方面也希望把苏州办的失误尽量淡化。徐总给苏州办留尽了余地，尹经理仿佛不太领情，倒是误会了。原来的酒店需要赔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尹经理啊，我觉得您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徐总不点破这事儿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不希望老板觉得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做不好就是做不好，我不需要你来替我粉饰。我这么做不是在替你粉饰，是在保护迪欧。这次以华东地区为阵营，辐射到全国的新品发布会，是试金石，也是演武场。通过它，外界都在看迪欧的销售能不能打好这次硬仗。因为不管平台和局面有多好，团队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能让外人看到我们内部有问题。好了，各位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，好吧？反正大家呢都是替迪欧在做事，咱们还是以和为贵嘛，对吧？我没有要求各位成为闺蜜或者是知己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们绝对是战友，我们在同一条船上，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互相支持，不要彼此拆台。类似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好了，一切的不愉快就在这里翻篇吧。咱们说点实际的，沈总，这次的业绩这么好，是不是及时的给大家派发奖励啊？我已经通知财务部，所有的奖励
会在72个小时里面打到各位卡上。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意思？那笔回扣，那笔钱是你打的？是，但钱不是我的。不管是谁，钱都已经充公了。你们还真是大手笔啊！为了回我，真舍得下注。你都知道了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昨天夜里啊。好在我收到了入账短信，否则这黑锅我还真是背定了。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识破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布置好一切，不声不响的反击。其实这次到苏州看到你订的那家酒店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订这么一个破酒店，对你对迪欧都没有好处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当我看到了短信，我才明白，一切都是为了陷害我。你们算准了我看不上那家酒店会坏，所以就布了局。就这样，就凭一条短信，你就能猜到？还有，我从来不会轻视我的对手，我知道于蛮妮会算计，这次的局就是他布的。奉劝你一句吧，没必要裹挟在无谓的斗争中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好好的利用这次机会把市场做透了，以后回想起来也不至于白白的浪费青春。最好的时间是在做事，而不是宫斗。你答应过，在订过会之后，给许诺一个解释。现在是时候了。唉，徐总，林总请我们去同里古镇玩，一块吗？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行，我也不去了，我约了几个同学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去不去？我陪徐总吧。你别陪我呀，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哪儿都没去玩过，你去转转呗，跟他们一块儿。真的啊？那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啊？急诊你就别去了吧，你在酒店陪我吧。啊？陪你啊？不是，那你们那个注意点。放心吧，丢不了。那走了。走。徐总再见。瑞瑞啊，不是我不想看，实在是看不住。哇，卖这么多东西！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嘛，我想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多带一些特产回去。行啊，你现在有进步啊，知道跟同事们联络感情了。其实我以前也知道，和同事们多聚餐，然后买一些水果啊、小零食，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很能增进同事之间感情的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太穷了，一想到要伸手往外花钱，我就舍不得。许诺一转眼来咱们这大半年了吧？以我原来的想法啊，我合计着他顶多干2月就得走人呢。徐总这个人吧，他还真有点本事啊。每个月上海的销售报表，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吧？做的真不赖耶，该佩服吧，还是得佩服的。就这回的订货会，销售收入都算咱们的，而且给咱们兑现了高额的提成。就这一点，我觉得这人太仗义了，够意思。咱们当初反对他呢，是觉得他光说不练，现在人家练得好着呢，而且连带着咱们也吃香。我觉着跟着他又奔头，
得，让你们这么一说，于总和楠姐听见了，肯定以为你们都背叛了。那以前咱们跟着于总为啥呀？那不就因为他有冲劲儿，能干，能给咱们一条出路吗？你再看看最近这几年，我觉得咱们几个不能再这么没头没脑的跟着里边瞎掺和了。娜娜，你怎么看嘛？你就别问他了，人家娜娜马上就调到上海总部去当策划部经理了，那可是嫡系中的嫡系。真的假的？这次会议放到苏州开，那于总就是在给娜娜积累资本，然后马上就升职。我现在有点不想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傻啊？因为我不想成为于总用来对付许诺的一支枪。娜娜，你终于活明白了你。谢谢。谢谢。好香啊！想刷？尝一口吧。好吃吗？很香哎。哎，你看有什么要买的吃的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抓小偷！弯弯，别跑！抓小偷！别跑！抓小偷！别跑！别跑！嘿，嘿。看看钱少没有？没少吧？没少，都在。哦，那就行。那我们去警察局吧。起来。我看你追得那么拼命，我以为你钱包里得有个18000呢。不管我有没有钱，只要让我遇到小偷，我就一定要抓住他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万一人家有刀什么的呢？多危险呢！你为这点钱，至于吗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小偷和坏人越来越多？就是因为大家都麻木了，总觉得反正就一点小钱，就破财免灾呗。但是我管不了别人，只要让我遇见了，就一定要抓住他。唉，好好的看着湖边美景，看着看着，看警察局来了。哎，小鸡，我臭豆腐呢？扔了？啊？那我的特产呢？丢了。啊！哎呦，我还给同事们带的呢。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不对，这是为了正义所必要的代价，值。曼曼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真的。你的笑容也很温暖，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，让人的心都明媚了。你念广告词儿呢，还让你说那么好。我逗你玩的，走吧。啊，小吉，我们再去吃份臭豆腐。这地方不错啊。哎，徐总，坐呀，特意约我过来喝茶的。喝茶是其次，其实我们是想跟你表个态。坦白说吧，您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们对您有戒备，工作上能拖就拖。也没帮上您什么忙。我知道，徐总，其实您来公司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了，但是您做的这些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我们也做销售这么久了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？还是那句话，您呢是干大事儿的人，能力强，而且为人也仗义，咱佩服。是，就像这次订货会，您既帮我们搞定了业绩，又整了老白，还有那20万的事儿，更是办得滴水不漏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说得对，反正我们现在是真真的服了。以前呢，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样吧，以前的事咱不谈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你指到哪，我们就打到哪。反正我们几个挺你。
没错，那咱们以茶代酒，敬徐总一杯。来，以后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迪欧这片江山，我们可就跟着您一起打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，干杯！许诺的运气太好了，我就不信运气会永远罩着他。美妆秀引领的品牌营销很成功，公关和销售双赢。这次迪欧进入了全盛期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着什么急呀？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您的意思是？以前只是小打小闹，接下来才是硬仗。那批货已经准备好了，最关键的是，你要想办法说服于曼妮出手。这个时候出手会不会动静太大？只有这样才好玩。现在迪欧核心业务系统已经完全被许诺掌握了。尹娜、吉哲被策反，董莎莎、陆云、马静他们本来就是7强的，我估计啊，很快也跟咱们划清界限了。我现在也是完全靠边站了，重要的事儿都是吉哲跟刘瑞负责，我都快成空气了。我现在在公司唯一能调动的就是悠悠一个人。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就全军溃散了。我本来还想借苏州事件让许诺下马呢，这下子看着自己大本营都丢了。丢的何止是大本营啊，丢的是沈总的心。于总，白总这次失利跟沈总出面有关。沈总一向不参与业务的，为了许诺一再的破例，而且那些外府经理通过这件事儿也尝到了甜头，感到了风向，都跑向许诺那边了。当初他立足未稳，我们屡次出手都失败了，现在他风头这么强劲，更难了。我们不能再搞那些小动作了，这次一定得下大招，稳准狠，一招致命。其实现在正值业绩爆发期，商场和代理商那边对货物的需求量非常的惊人，咱们的库存根本就不足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试试那个办法。你是说那批货？楠姐最初让我准备那批货，是预备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法国货又迟迟到不了的时候应急用的。许诺一来呢，管东管西的，耽误了这批货，一直都没有用。现在呢，快过了保质期了，我觉得现在正是用的时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要对付的是许诺，我不会伤害迪欧。好吧，反正这件事儿关系重大，我是准备好了。您什么时候决定好了，告诉我一声。昭，你有没有看关于迪欧的订货会的报道？看了。那你一点不着急？我为什么要着急？那么多的代理商疯狂的订货，合同要签了，钱也打到了迪欧的账户上了，这些要货量完全可以销售2季。那不是很好吗？证明迪欧现在的新产品很有市场号召力啊。他们的业绩现在这样好，你怎么能让法国总部下决心换掉迪欧呢？你怎样实现你的野心？你不懂，这只是个序幕。现在他们爬得越高，到时候才会跌得越惨。我不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你告诉 Barbara， 等着看好了。当然，不会让你们等太长时间。哇！给你5分钟时间，出门。啊？喂，喂，什么情况？姑娘到了，谢谢。慢点啊。
茶馆2楼。见个面这么大费周折。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睡觉上，不会很可惜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睡觉啊？你清醒的时候接电话的语调总是上扬的，而我早上打给你的时候，你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所以我猜你在睡觉。啊，没想到你对我的观察那么仔细。对了，上次白尔博的事情，今天不聊工作。也对，难得我们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。他今天有些奇怪啊，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呢？不会是……对不起，恐怕我又要让你失望了。你知道北宋有一个诗人叫林和靖吗？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已平。了不起，那是他的诗。我知道他在西湖的孤山有他的墓地，还有纪念他的放鹤亭。他以爱梅著称，他终身未娶，一个人守着360株梅花，也因此他有着梅妻鹤子的美称。我一直很难想象，在1000多年前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男人，会守着梅花孤独终老。他并不孤独，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知心的恋人，但是恋人早逝，所以他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在山里面思念跟凭吊他的爱人。可是，一个对梅花都这么深情的人，怎么可能真这么绝情呢？他只是没有碰到对的人而已。你今天特意把我叫出来，不会就是想借古喻今吧？很多事情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，很多情感也是。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就算你不放下，你也可以放在心里思念啊。可是思念不等于是陪葬。你知道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合适的人，那几率有多低吗？既然好不容易遇到了，就应该死死地抓住了不放手，为什么要管其他的呢？我常常在想，还能够思念，也是一种幸运。许诺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。我常常也想，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，会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景？但是每次我有这样的念头，我就会有罪恶感。所以我今天找你来，主要也是希望你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浪费在我身上。如果那天在雪山上你没有救我，你会不会内疚？我会。会内疚一阵子，但不是一辈子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是路人，甚至是仇人。也许你心里后悔过。如果当时你没有救我，而是奔回小雨身边，或许你还来得及救他。你一直拒绝我，是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小雨的死是因为我。跟你没有关系。很抱歉，我之前那么说，那是因为我一时冲动。至少你曾经那么想过，所以你一直在责怪自己。如果给你机会重新来过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重新来过的。在人生里面，你错过了一个路口，你只能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怀揣一份想象，去想象那条路通往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景，但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当时的你就在我面前，
我没得选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的我也在你面前，我们已经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。如果此时此刻我因你而死，你会不会内疚？一辈子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。小雨死后，我真的不想在情感上有任何的纠葛。我想你也看得出来，林凡很喜欢你。哟，帅哥，怎么了？我请你喝杯酒呗。喂，怎么走啦？辛苦了，徐总、沈总，你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刘叔，哎，林总呢？他呀，不知道开沈总的车去哪儿了。林总可能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吧。楼叔，麻烦安排一下，把器材都拿回办公室去，然后让司机带大家回家吧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哎，那您呢？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好吧。来。慢点啊，沈总，来，谢谢。哎，弯弯，别动，你别拿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给我就行了。来，走吧。小金经理，我的箱子还在上面呢，我也是女的，你怎么不帮我拿？你也知道你是女的呀？刚刚老板下车的时候，你冲上去帮人男的拿箱子，怎么了？老板一走，你恢复女儿身了？来，走。Kissy， 我帮你拿吧。不用。来吧，弯弯，别管他。给，我爸妈去泰国带回来的特产。
非让我给你带来。啊，替我谢谢叔叔阿姨。怎么了你？生病了？有点感冒吧。这么烫，发烧了？吃药了没有？没事，我喝点水就好了。走走走，换衣服。干嘛？去医院啊！不去。哎，别啰嗦，快去，快！沈总，这是上个季度的办公费用，请您签字。徐总出的那套公寓物业费和燃气费都已经到期了，是让行政部代办，还是让徐总自己处理？让行政部处理吧。好的。那您这次去法国的行程定下了吗？要是定好的话，我帮您订酒店和机票。还没有，我在想象。好，稍等一下，你抓紧时间办徐总的签证吧。你是说是去法国的签证吗？对，这次我跟徐总一起去。和徐总？对，联络要见他，因为之前美妆秀效果很好，而且全国的业绩也有增长，所以法国总部点名要见他。我知道，沈总，您不用解释，这是公务出差。那不然是什么？我没说是去度假，不是度假。有谁说去度假了吗？沈总，我先出去了。沈总。那个许诺他请假去医院了。哦。哎，那你在他办公？我帮他收拾东西，有点乱。我不想来。为什么？你非要拉我来医院的。你不会怕疼吧？啊？不要你管。哎，你说你爸可是医学界泰斗，你丢不丢人呢？那中医抓2副药就好了，那还要扎针啊？中医针灸扎的针才多呢。来，你看这个这么粗的管子，我教你哪个手指头不疼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好了。哎，少来，大夫来扎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不疼，真的。真的？这个呢是功能纸，它没有任何的感。你干嘛还没开始扎呢？吓死我了你！条件反射，逗你们的，逗你们的。好了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不要看。不要动了啊！没好那么疼啊！骗我！好了，无名指是用来戴婚戒的，它有根血管通往心脏，因此啊称为同心指。当然疼了，都扎好了，扎好了，乖，勇敢。骗我！好了，快坐去。来。好了。哎呀，怪不得人家都说每一个大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男孩，这个都需要别人的宠爱和呵护。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还真不相信。你手里扎个针你就脆弱了。我脆弱的都快昏过去了。哦，好，有姐姐照顾你啊，不哭不哭。你说，哎，你花天酒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这么脆弱啊？谁花天酒地了？我感冒还不是因为你？怎么因为？你干嘛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以后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这么照顾你。占我便宜你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我妈拿药。哦，拿药还要送花的哦。送给我妈的，怎么了？你们是？她发烧了又不肯吃药，所以我就带她顺便来验个血，就这样。发烧了，多休息。我走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你？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干嘛故意的？
哼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在帮你。看他刚才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吃醋了，等着感谢我吧。他肯定误会了。不疼了。是我跟他说的，可是我跟他说的是你请假去医院，有可能他以为你生病了呗。再不然，这花儿是送给林凡的，看见你在，他没好意思送。吃东西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这个局面想想总是觉得很尴尬呀。哆瑞咪，这三个人怎么运气？哎，我再郑重的纠正你一次啊，我和林凡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我们3个人没有哆瑞咪，只有哆瑞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没有咪，好不好？那要不然你退出剩下他俩。你说这林凡对你好不好？你自己说说，你凭凭你自己良心，对你挖心掏肺的有没有？人家这是典型的暖男，想找都找不着，你可倒好。有时候我真是怀疑你看男人的眼光。哎，你打住！咱们能不能不说林凡啊？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，你快收了他去啊！好，不谈林凡，谈小吉吧。你这次苏州之行有没有替我看着他？他有没有跟那个绿茶妹妹在一起？那个，咱们还是谈谈工作吧。我现在只想把电商的事情弄好，只要公司的局面好了呢，你的男神就能证实你的感情，对吗？瑞姐，瑞爷，能不能放过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只谈工作。你能不能帮我把韩后断货的事情给我解决了？这个于晶现在明明知道上海卖得很好，他把所有的货全部都放在外地卖，这不是明显就卡我脖子呢吗？而且我为了这批货，真的是我的业绩都损失2成。你怎么了？不敢跟他硬碰硬是不是？我不敢跟他硬碰硬，我怕他。其实这次苏州的事还真是个套，还是个连环套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控全局了。明儿我就找他谈去。